我最近突然特别想吃辣条，但是市面上卖的所有辣条基本上配料表摊开都比我命还长，所以我打算从洗面巾开始，在家做点健康辣条。洗面巾这个活干的可实在是太爽，它不需要掌握任何技巧，就是哪怕中间给它洗碎了，但只要能保持活着，最后肯定都能给它洗到一起去。而且洗成团的面巾又软又不散，捏着特别解压。不过好玩是好玩，这么洗就是有点费手。我们洗了150斤面粉之后，6个人加起来都凑不出一条好手腕。关键第二天晚上我抬头一看，我那手和胳膊洗的都不是一个色儿了。然后面巾醒发好了，我先蒸熟试做了一些，它现在弹性特别好，但致命的是不管怎么弄熟它，只要拌上辣油，吃的就跟凉菜似的，就完全没有一点零食的样子。所以我忍痛放弃了这个做法，那些面筋也都让我炸成油面筋了。后来我研究了一下，工厂做辣条第一步需要先膨化，我就又去买了个膨化机，但是这个机器只是流水线上的一环，我们需要人工填满其他环，才能让这条线顺利的流起来。就为了能用好这个碟，我们甚至还在家里组成了一条人工传送带。这回做出来的面筋条形状和口感都非常好，就是卫生状况稍微有点堪忧。就这个制作流程要是在电视上播出去啊，那我们几个可能都够判的了。然后这些辣条棒要稍微风干一下才能用，这会儿正好没啥事拆了几个快递。这快到夏天了，出门也越来越勤了，就在识货 APP 查低价买了几双新鞋，每双都是颜值在线的经典款，而且百搭又舒服。关键识货上买鞋不仅保真还特别优惠，这几双同款还有其他热门款，点我评论区就能看见，真的便宜很多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然后为了能让这辣条更好吃，我先用10几种油调了一个复合油，又放了好多菜和料给它炸成了一锅料油，甚至还用10几种香料做了一个混合料粉。调完这些料，我坐着算了算账，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配料用的呀，都快比主料贵出50倍了。最后要把辣条棒和辣油充分搅拌一下，为了吃的时候能再香一点，拌的时候我又放了好多芝麻和炸干的辣椒丝儿。这辣条现在油和料都巨多，吃一口油汪汪的，真的特别爽，而且还特别有嚼劲儿，真的是越嚼越香。后来我把那些油面筋也都给拌了，这东西因为油炸过，然后本身又特别吸汁儿，它现在绝对是自制辣条里的隐藏款。这回一共做了2个味的，一半麻辣，一半甜辣。这玩意儿看电视的时候来2包，给嘴唇辣的直木，然后再来上一根我们之前自己做的梦乐滋。要是肠胃好的话，这真的是个特别好吃的吃法，但要是肠胃一般的话，那就只能在半夜的时候静待花开了。最近差点把我家房子给烧没了，我给你们学学是怎么回事啊。前2天我想在家做一个超大的冰糖葫芦树，然后就买了100多块极速板，就是保丽龙，但这玩意粘到一起之后就非常硬，我们很难用人工拉断它，所以做了一个可以通电的电阻丝。我们试图用电加热的方式来热熔它的横截面，但是这玩意儿差点闯了大祸呀。我给你们复原一下啊，就我们正在用这个电阻丝的时候，它突然间崩了几个火星崩到这保丽龙上了，然后我俩看着之后就想用手给它扑灭，但是也就3、4秒吧，发现根本就扑不灭，那火星就变成已经烧起来的大火了。然后我们第一时间想的是要通过隔绝氧气的方式来灭火，所以就找了2个军大衣给它扑到这个火焰上，但因为这保丽龙横截面太宽了，根本压不住，很快这个火焰就已经烧到天花板那么高了。后来好在是家里有几个这个灭火器，整整是喷没了2罐灭火器的干粉，才把这个火情彻底控制住。这个事情想想真的太可怕了，朋友们，因为保丽龙这个东西烧起来实在太快了，就一块这么大的保丽龙遇上明火之后就能烧这么高，我们那个树里大概得用到2400块这么大的保丽龙。而且好在是我们做之前预估到了可能有这样的意外发生，所以提前做了一些准备，再加上家里有常备灭火器的这个习惯，才没酿成什么大祸。就我现在再想想，如果当时灭火的过程里延误了哪怕10秒钟，它极有可能导致这个保丽龙旁边的窗户玻璃先烧炸了，然后灌进来一股冷风，进而家里所有的易燃物成片的着火。而且我家还有那么多煤气罐呢，就到时候如果说给我家烧没了都是最轻的，我还甚至说有可能因为把邻居家也烧了，然后产生连带责任，直接就进去了，真的。所以朋友们在家如果用火用电的话，一定注意防护，如果有条件的话，家里常备一点这个防火器材也是非常有必要的。我最近看点兵越来越好，心里特别激动。作为一个本地老土著啊，我实在是太想在这个时候给斌子干点事儿了，所以我买了500多斤水果，我打算做1500根冰糖葫芦上大街免费给游客发去，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本地人的美食和热情。但是那1500根口号喊挺爽，做起来真是要了命。
这里的每一个环节都比我想象的要复杂。就光给这160斤山楂去籽压扁，我们就干了一整天。问题越着急还越出错，那熬糖的时候一会儿熬糊了，一会儿干翻沙了。我当时心里慌的一批，我心说要是按照这个效率还想如期发放的话，那恐怕我得尽早去找几个卖糖葫芦的摊贩聊一聊团购的事儿了。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尝试找朋友来帮忙，然后一听说是招待南方小青豆，大家都特别热情。最多的时候，我家这客厅里同时容纳了21个人，就恨不得走道都得横着走。而且人多了之后，这流水线也流畅了。就在这么一个40多平米的小客厅里，我们同时组建出了6个工作部门。但即便是在这么高效的工作架构之下，我们的节奏依然非常紧张。那天看直播都有印象吧？我们全程都没工夫说话了。后来就连上厕所都有时间限制了，你就说这强度它有多魔鬼吧。然后除了这些正常的糖葫芦，我还想做几个超长的给大家照相用，但这玩意儿做起来也贼费事。我们需要先用刀一点一点的把这架条削得足够细，才能往上穿水果。那老上当局穿的恨不得穿仨就得碎俩，就穿这么一串给我们小脸吃的是蜡黄。然后除了这些2米的糖葫芦，我还专门给大家做了一个能拍照的自行车。就准备完这些东西，我真是把家底都掏干净了。我当时有种什么感觉呢？就是我好像在那一刻和哈尔滨文旅共情了。最后盘点了一下，历时4天，我们一共做出来1726串，再多做1串我都容易嘎了。然后发的时候，考虑到几个景点间隔太远，我就弄了个小推车，我把这几个景点串成了一个路线，然后全程推着这小车给大家发。零下20多度的天里，我们走了9个半小时，给我冻得都想嘎肾了。但是看到大家拿到糖葫芦之后那种喜悦，我真特别满足。然后那天还有很多本地人自发来送暖贴和维持秩序，我当时就觉得今年要是从物理温度上来说，可能哈尔滨最冷的一年，但是从情感上来说的话，今年的哈尔滨呢，它实在是暖得发烫啊！来了就是自己人，欢迎你来哈尔滨！妈，整挺想哭。前女友去吃宵夜了，还他妈发朋友圈。那我他妈也得吃点好的呀！你寻思就你俩那砂锅粥和烤生蚝好吃呢？我自己在家烤鸡架，我也发朋友圈，我就针对你可见。干啥呀你要吃个饭嘴都快亲上，不没结婚吗？这结婚以后得啥样啊？连体婴啊，出门。正经说两句啊，这个腌料我指定是不能告诉他，怕他看着之后告诉他爸，他爸再给他女婿做，那我不成了纯哈尔滨大鸡毛了吗？这个腌一宿更入味。但是我等不了了，我今天晚上必发朋友圈，我必须得告诉520老子也过了。操，我也太要强了！我告诉你，给咱沈阳大爷的热乎劲儿已经过了，家族的荣耀现在就在我狗送身上，咱们携手展示，上音乐。这骨架就一个毛病，那肉太多了，这缩了不起来咋吃？彩蛋！网友告诉我一方，昨天晚上试了一下，那纯坑老铁，窜一宿。我肚子那么难受，我3点多看朋友圈，他们又唱歌去了，我操！再见。我的妈呀，这东北人呐，过节就吃饺子，聚会就烤串子，那我就不明白了，东北种大米干啥呀？今天有个活爹说不太顺心，想聚一聚，他这纯属没皮疙瘩嗓，我就纳闷了，不顺心能买这么大肥腰带来？他乐意，因为啥？因为啥？老规矩，先看看我带的菜，这个宁爪、捞梁、马尾和绿沙。我为啥除了烧烤老带点菜呢？因为这样的话，35度的天我一个串不烤都没人能说我啥。哎，人生路上都是学问，你慢慢学吧你们。今天除了肉串、肉筋、腰子这些常规菜品呢，还整了点花花的。你像这个胸口、肥肠、肇东小饼、蚕蛹，这都是我们比较得意的。这个虾饼、骨髓、心管夹肉、熟筋，这都是女孩比较得意的。我们聚会虽然不带女的，但是把女的爱吃的菜带了。完，有个哥们今天干了个人事儿，他从裤兜里边掏出2瓶梅见来。我一看这玩意儿行啊，太适合烧烤了，度数不高，清爽酸甜的，还开胃解腻，咋喝都不辣嗓子，还不胀肚，加点冰块才得劲呢。只要这玩意儿发朋友圈吧，他有面子。喝了2杯，我抬头一看，我们今天来这地方原来是台园。我纳闷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园长姓台吗？这是？等我走近了一看，我发现不是，这是怡园啊，姓怡呀，这人姓怡。上次藏牌那个小子还坐我旁边了，这回我把他凳子撤走了，他肯定是赖不了了。但是我看着他穿这条裤子，我就能想起他上回藏牌那个死出，我就生气。我还得给他偷一下子我。完了，那个说有事儿的哥们坐那就吃，一声不吱。我说你怎么的，假牙咽肚里了，不会说话呀？他吭哧半天，整出一句说对象黄了，有点难受。哎呦我说兄弟，你可真能沉得住气，这么大个好事你憋到现在才说。今天咱就别 AJ 了，赶紧把这瓶也开了吧，过年了吗？这不。